你不是买了一台显微镜，看一看，就跟病人说啊，这个不行了，拔掉啊。我们知道很多医生都是这样子，拿显微镜来看一看就怎样，就摆在一边。牙药宝找三宝，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今天我们2025年12月13、12月14，来参加中华审美牙科学会。这次的大会的主题，我们本身也是会员医师哈，审美。我们大家牙科除了治疗牙齿、治疗牙龈、做牙齿之外，给他美丽的笑容之外，我们牙科的治疗当然是要追求病人要好看、要能用，这是比较难的。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在审美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它这次主要的议题是显微的部分。我们本身在诊所也有买到4台显微镜。所以显微的治疗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我们日常治疗里面已经是必备的部分了。好，所以如何精进我们手上的最好的武器就是显微镜，来应用在牙齿上面。因为牙齿真的很小颗，我们真的是看不到，没有显微镜的帮助之下，我们真的看不到。我们只能放大到10倍、20倍之后，把它的病灶把它移除，才有机会把这颗牙齿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用在很多上面，用在什么？一开始用就是用在显微根管，找遗漏的什么显微的根管，然后改善病人的疼痛。现在在牙周治疗部分也慢慢加入显微，因为做微创，做最大的保存的话，你就是要做微创。微创我们就是显微下去，把问题骨头发炎的地方把它清干净。然后我们就去做补骨头，这样子伤口越小越好，而不像以前传统的牙周手术的部分，都是整个都翻开，然后补骨，事实上效果都不好。现在的牙周病的治疗部分讲究的是精准，有问题的牙齿我们再来做补漏或补骨，所以在牙周治疗的部分也是慢慢从以前大范围的手术慢慢变成精准。单点去做治疗，都是需要在显微治疗的方式之下来做的处置。当然，除了根管治疗，除了牙周治疗都需要显微之外，我们在假牙的制作，在蛀牙的移除的部分，也都是需要在显微镜下来小心的移除这个蛀牙，来观察牙齿缺损的状况，用显微镜来做贴片。所以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根管，还有牙周，还有重建。明天，我们这次礼拜天的课程是APN， 亚洲太平洋的显微APN 就是 Asia Pacific Microscope Dentistry， 亚太显微的部分，主要的我们邀请到很多日本的讲师来做治疗，来做分享。这也是我们要期待的大会主题，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台湾在做台湾我们一直在跟什么日本人在学习亚太显微牙科治疗都是用英文的，台湾也有几个讲师在里面分享，所以我们就是牙科医师，就是日常生活，周末、礼拜六、礼拜天，不是在什么，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什么上课。来精进我们的临床的治疗，利用我们手上的武器。当然，显微治疗不是买一台显微镜你什么都能做，还要相关的配合。第一个，你的助理要知道你在做什么；第二个，你的显微的器械要购买。你不是买了一台显微镜，看一看，我就跟病人说啊，这个不行了，拔掉啊！拿显微镜来看的，我们知道很多医生都是这样子，拿显微镜来看一看就怎样，就摆在一边。我们在显微镜治疗的时候是从头到尾都在使用什么显微镜来做完整的治疗，这样子对病人的治疗效果才是最好的。这也是国际上的趋势。我们就是用显微镜来做全疗程的治疗，这个时间第一个比较久，缺点就是治疗时间比较久。除了显微镜现在一台100万、200万，甚至
蔡司有出到400万的显微镜的机器。第一个购置成本很高，第二个你的设备的部分器械显微器械跟一般的器械又不太一样，所以显微器械也要准备而且更贵。因为越精细的东西越贵，像我们根管的治疗，有一支探针就要什么？就要1万块。我们买了5支6支，那个成本就6、7万了所以显微设备也要购置，然后人员的训练也是要培训，不是1天2天。我今天买了显微镜，我明天就可以用在临床上，还有经验的累积，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要学习的部分。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来参加这个亚太的显微治疗的部分，所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治疗的部分，我们一直在学习跟日本跟美国跟欧洲这些都是显微大师的课程来做不断的学习，利用显微镜微创的部分来做到最大的保存、最美的重建、最好的牙龈保护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学习的部分。谢谢大家。所以这次真的很开心参加大会。好，谢谢，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哦。牙药宝找三宝。